大家好，我是萨姐，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一款黄油手撕吐司，只需要一次发酵，松软细腻的组织，层次分明，散发出浓郁的奶香和黄油香味，就这么撕着吃，已经超级的过瘾。我们先来制作面团，今天会同时用到高筋面粉和低筋面粉，是为了更方便面团的擀压和整形。搅拌盆里先分别加入各种干性材料。这个面团我们需要加多一点酵母，因为大量的黄油和冷冻面团都会阻碍酵母的活性。鸡蛋选一颗大号60到65克左右，取50克鸡蛋液，剩余的蛋液可以刷表面。如果室温比较高的话，尽量用冰水。先低速搅拌2分钟。由于不同地区、不同品牌的面粉吸水性都很不一样，建议大家搅拌了1分钟之后，可以摸一下面团的软硬程度，再适量加入水或者面粉。完全成团之后，就调成中速，继续搅拌，大约搅拌了8分钟左右。面团已经形成了粗膜，但如果继续拉开，就会出现破洞。这时就可以加入软化的黄油。中速搅拌，黄油和面团很容易粘在盆壁或者盆底，需要不时的用刮刀刮干净，再继续搅拌。揉了8分钟左右，面团一摸起来就非常的柔软和有延展性，拉开的手套膜也很轻薄，捅破的话，洞的边缘基本也是光滑的。把面团反复折叠，让表面光滑，放在保鲜膜上，擀压扁。包好。现在的面团太软，所以需要放入冰箱里冷冻30分钟。我们来做黄油片，如果有片状黄油的话，就可以忽略我这一步。用油纸折成一个大小15厘米的正方形。冰箱里直接取出的黄油比较硬，容易切成片。黄油的含量大约是面粉含量的35%到40%之间。稍微室温软化之后，擀成一张平整无缝隙的黄油片，放入冰箱里冷藏大约20分钟，变硬一点。面团的开酥部分最重要，保持面团和黄油的软硬程度的一致，这样在擀压的过程中才能避免出现破酥或者混酥。由于黄油在室温高的环境下容易软化，所以开酥时室温最好控制在22度以下。垫子上撒少量的面粉。现在的面团不软不硬，轻轻按压一下，很容易擀开。如果感觉面团容易回缩的话，就放回冰箱里，再松弛长一点的时间，擀成一个比黄油片长1倍的面皮，大约15厘米乘30厘米。如果黄油片刚刚从冰箱里取出偏硬的话，室温稍放一下，软硬度和面团相近，就可以放在面皮上，两边向中间折叠，把黄油包裹起来，捏紧封口。朝着两头开口的方向擀成长度大约45厘米左右。扫去多余的面粉，如果面团有些小气泡，就用牙签戳破。头尾没有黄油的面团可以切去。现在我们来进行第一次3折4层，一边折到3/4的位置，另一边折过来，头尾对齐分好。然后再对折，用保鲜膜包好，放入冰箱冷藏40分钟或者冷冻20分钟。我们现在来进行第2次的折叠，撒上一点面粉，朝着两边开口的方向轻轻按压一下，千万不能太用力，以免黄油被压断，造成起酥不均匀。擀成长度大约45厘米左右。扫去多余的面粉，进行3折。
用保鲜膜包好，再放入冰箱冷藏40分钟或者冷冻20分钟。面团在取出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整形了。撒少量的面粉，朝着两边开口的方向轻轻压一下面团，擀成宽度15厘米、长度50厘米左右的长方形，切成6个均等的长条，每条宽2.5厘米，扫去多余的面粉，刷上1层水，2条一组叠在一起，共3组。把切面朝上，用这3组面团来编一个麻花辫。编好的麻花两头捏紧，收好口，轻轻地压扁，折2折，翻面就做好了。吐司模具里喷少量的油，由于这个面团里有大量的黄油，所以发酵的温度应该控制在28度左右，以免温度过高，黄油融化。烤箱里我放了1碗热水，喷水增加湿度，湿度大约70%。把模具放在一个烤盘上，防止黄油漏出来滴在烤箱里，会很难清洗。开始进行发酵，大约2个小时左右，面团发到大约8分满，表面涂上薄薄的一层全蛋液。预热烤箱至175度，放入烤箱中下层烤35分钟。如果用黑色低糖吐司盒，可降低10到15度，时间也可以稍微短一点。取出之后摔一下，震去热气，表面涂一层光亮的糖水，脱模放在架子上放凉。糖水的制作很简单，20克糖和15克的水混合加热，融化之后放凉就可以用了。看一下面包表面，四周的上色都非常的均匀，撕开后内部质地十分的细腻、松软拉丝，浓郁的黄油和奶香味扑鼻而来，撕着吃真的超级的过瘾。大家不妨在家试一试做，然后发作业到我的 Facebook。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，有问题也可留言给我。其他视频请进入萨姐的南腔北调观看。我们下集再见。